等待的过程中，肖战虽然也在认真地听着，但手上的小动作不停，王一博就没那么安静了，整个人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。他不太记得第一场戏是什么了，跟刘海宽聊不出结果，转头问肖战。肖战听了也开始陷入思考，回忆了一会儿，有些混乱，不太确定，然后问旁边的大成：其实我是在定妆的时候，跟师姐一起定的妆，所以见到的第一个人应该是师姐，就觉得她很师姐，很亲切。轮到肖战回答的时候，王一博看似在认真听，也跟着点头，但已经开始紧张了，一副准备搞事的样子。然后，一博呢？肖战说完后，主持人接着 cue 王一博。王一博拿起话筒，大声的并且一字一顿。第一次进组见到的第一个人，准确的说应该是司机，或者演员统筹。说着，把卡片上写着字的一面往外翻，展示给镜头。其实这时他手上拿着2张卡片，只是空白卡片暂时遮住了战歌2字。知道内情的刘海宽在王一博说出司机的时候笑疯了，但又不得不掩饰，只好用手挡住嘴角，低头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不知道真相的肖战还在乐呵呵地跟大家一起笑，毕竟王一博这个答案真的出人意料，别人都回答演员，他回答工作人员，逗得连主持人都哈哈大笑，忍不住像逗小孩一样逗他。那你有跟司机聊天吗？王一博毫无防备，一心想套路他哥，没想到被主持人套路了，还一本正经地回答：啊，有，我对这司机的印象特别深，我现在的司机还是这位司机。见到司机之后呢，其实那天是剧本围读，然后当时见的有季礼、战哥、于斌、宽哥，还有卓成，当时是围读，然后吃午饭。说着说着，王一博想起来自己要干嘛了，他悄悄把空白卡片换到后面，把战歌2字展示了出来，还趁着说话的手势将卡片往外伸，就差对到肖战眼前了。可惜肖战很认真地听着他讲，并没有看他的卡片，于是他又将卡片面向镜头。所以你们2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食堂？主持人顺着王一博的话头问下去。果不其然，王一博这时候较真的那一面就上来了，容不得别人混淆事实的真相。我们2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天天向上，音量比放才提高了1倍，好像这是一件多么重要不容说错的事情。被小孩突然大起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肖战看着一脸认真、义正言辞的小孩，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傻瓜。说完，王一博兴奋地整理了下衣服，仿佛刚打完一场胜仗，表情严肃认真。这可不能说错，就是在天天向上啊！对对。肖战拿着话筒不知所措，看看小孩，又看看台下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圆场了，最后只有轻轻附和地说出几个对字，听着台下快要掀翻房顶的尖叫，只能傻笑了。视线不自觉对上王一博，伸出食指指了指他，示意王一博收敛一点，别什么话都往外说。可主持人没打算放过他们，继续调侃：很多的第一次嘛，我是说在剧中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食堂，对吗？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？2个人是在打饭呢，还是在吃饭？肖战拿着话筒还没组织好语言，王队队抢先上线了。不是2个人，其实你刚才没有听到我说的是5个人。主持人尴尬了，我5个人。王一博这孩子太实诚了，好吧，有点抠字眼了。
只能说他对于第一次和两个人这些字眼过于敏感了。肖战听到这里，不敢再让王一博说下去了，赶紧把话接过来。我记得当时是一波有工作刚好在附近，然后中午就直接过来了。无奈主持人只好改口说是两个人在剧中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食堂，才让王一博偃息了接着争辩下去的欲望，就此作罢。好不容易主持人终于结束在王一博身上的目光，顺着刘海宽问下去了。不知怎么，今天的肖战不只让他担心，更让他恐慌，以致在后面的表演中，他一向底气满满的磁性声音却在几次回答问题时都低了下去。趁着镜头不在他们身上，两人展开了私聊模式，当然还是不敢太过亲近的，连座位上的屁股都离得老远，毕竟台下观众看着。嘿，一博，你刚才反应过激了点，像只受了委屈、软乎乎没有攻击能力的小奶狗。王一博愤愤不平地说，看他说的话。好了，一博，你也不该这么说吧。二人眼神无声碰撞，虽然没有多余的交流，但王一博还是读懂了他的意思。问答环节中间还请来了林海老师，林海老师在这部剧中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。林海老师确实是个妙人，肖战和王一博对此深有体会。他们起身想让林海老师坐在中间，却被摆手拒绝，毅然决然地坐在了王一博身旁，坚决不拆开两位主演。主持人问他创作灵感来自哪里时，他回答：爱，因为爱，因为非常喜欢这个故事，很爱这个故事。旁边的王一博听到爱这个字时，会心一笑，嘴角还是忍不住上扬，小括弧都出来了，他也恋爱了。160分钟的演唱会伴着夜晚的晦暗，终于还是迎来了尾声，也激发了在场所有人的泪点。主创们一一进入角色，和大家告辞，一声声带着哽咽的告辞响在耳侧。随着一个个家族告别，代表着他们族徽的舞美灯笼也升上了半空。肖战不敢看他们离开舞台的背影，他目视前方，紧咬着后槽牙，听着朱赞锦带着哭腔的那句“兰陵今是金光瑶”，告辞。肖战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还是绷不住红了眼。每个人都在告辞，只有台下观众还在崩溃大哭，泪流满面地喊着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姑苏蓝氏蓝忘机，告辞，千万人前郑重地和你告别，之后我将单纯以我真实的身份，接着爱我深爱的爱人。到最后，肖战的嗓子已经撑到了极限，王一博有些担心肖战的身体状况。云梦将是魏无羡，告辞。他终是在最后2个字时难掩哽咽，嗓音也是极度沙哑。王一博频频望向肖战，他知道肖战哭了，只是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。很多人都哭了，他也想哭，但他更想抱一抱肖战。可到了最后，他还是没能在台前与他相拥。肖战和王一博退场时，台下的粉丝喊得声嘶力竭，每一声都是源自心底对他们的喜爱。博君一笑是真的，本是敏感的字眼，却在最后一刻毫无顾忌地被喊出来。肖战的后背一僵，7个字远远地传进自己的耳朵，也拖住了自己本要潇洒离去的脚步。眼前逐渐模糊，像被雾气笼罩着。走在后面的王一博伸手攀上了肖战的背，在划上他肩头的时候用力拢住。别哭，我在呢。这个人又把自己带入魏无羡了，从拍戏的时候就是这样。王一博真的不知道肖战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脱离角色，好不让情绪被太过影响。肖战的眼泪变得更加汹涌，
下意识地扶上了王一博的腰，想要让自己投身于那个熟悉温暖的怀抱。转念，肖战怯生生地放下了手，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。